Hello，大家好，好久不见。德贤景致居然能在大荧幕过审，太不容易了。一开始小鬼子都改成小日子了，是吧？看完这部电影，我只能说太好看了，拍得太好了。也是因为这部电影拍得太好、太直接了。从某种意义上说呢，里面有部分内容都是带引号的敏感的那种地步。也是因为这部电影的特别之处，正好让那些牛鬼蛇神退避三舍。因为那些人不愿意为电影付出，不愿意为艺术付出，只想蹭肖战，搞点热度，搞点名利，是吧？肖战感谢这部戏，必须点赞，太牛了。但是呢，真正要看对这部电影，一定要找好角度。那为什么要这么说呢？那本期视频就要结合这部电影的一个重要元素，那就是真实。首先呢，这个电影在当前这个节点上映呢，就非常的绝妙。所以看这部电影一定要把抗日神剧的那种东西给抛开，因为历史上根本不存在。而这部电影的叙事方式呢也不一样，更像一部纪录片。这也像一部时光机，给我们开了一个窗口，看看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因为真正的历史背景是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，这仅仅是官方统计，真实的数字不敢想象。当年小日子举国也才7000多万，3500多万什么概念？光这官方统计的数字都够欧洲那边很多国家加一起亡国灭种了。所以说，要了解这部电影的背景，一定要抛开那些传统影视剧、抗日神剧那些带来的不良影响。首先，电影一开始，它不像传统的那种电影一样，来段字幕或者来段旁白，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事，而是从人物的对话中，告诉你他们经历了什么，从哪里来的。就像我们也在那艘船上，我不认识他们，但是听他们的说话，我能知道很多信息，和出差坐火车、坐飞机的感觉一样，是吧？就是这种真实的叙事方式。肖战饰演的莫德贤，他们来自金陵，然后他是一个钳工，然后最关键的信息是什么？长江黄河，老爷子一下醒了，这是什么信息？老爷子为什么这么害怕？老爷子的反应告诉我们什么？他们是从金陵逃出来的，金陵发生了什么事？大屠杀。这就是电影开始的时间，这就是黄河和长江的区别。因为黄河到不了南京，也告诉了大家老爷子为什么会精神失常，因为老爷子看见了禽兽不如的一帮东西在南京干了什么，然后另一帮随行的呢是国军。这也是这部电影又能过审又难过审的一个地方。如果你选了别的，是吧，来拍这一段，不上价值，要么不拍成抗日神剧，根本没办法上映，因为太真实了。继续说电影啊，他们逆流而上，碰到一个断了线的水雷。正常水雷是有一根铁链，铁链下面有负重，让这个水雷刚好在水面下面，又能触及船底的地方，所以很难发现水雷。这个断了线的水雷预示什么呢？他们的目的地防御工事一塌糊涂，他们的目的地安稳不了多久。这引来了这部电影第一个讽刺的点：老百姓想逃难，天经地义；一群逃兵想逃难，偏偏逃难到了什么？逃难到了宜昌，就在宜昌的边缘，他们安逸下来了。这是最讽刺的一个点。为什么讽刺？因为他们再走2步，就走出了历史中的沦陷区。当然他们不知道啊，这就讽刺的地方呀。一路逃了大半个中国，他们就在终点线一步之遥的地方安逸下来了，讽刺不讽刺？然后的剧情呢，也是存在争议最多的地方。我觉得这完全没啥争议，就是3个日本兵。关于这3个日本兵，我还阴差阳错的看了一些关于这部电影正向的推荐视频、解析视频，甚至还有找彩蛋的。虽然他们意愿是好的，但是里面太能扯淡了。这不是找彩蛋的电影，这不是埋伏笔的电影，这就是血淋淋的历史。3个日本兵的这个战术，三角战术，是小日本从欧洲那边学来的，自己稍微改了一下。但是呢，就这种万年不变的三角战术，三角队形，他们打了大半个中国。他们从卢沟桥第一声枪响，到这部电影里面的占领宜昌以后，大半个中国沦丧了。他们一直在用这个战术。
不是他们的战术有多厉害，而是我们当时太落后，工业对上农业那就是碾压呀，那降维打击啊。3个日本兵拿的那个地图啊，在当年我们的部队里面，很多连团部都没有啊。这在告诉我们什么？他们在侵华之前已经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，包括人员的训练、教育。比如这个小鬼子，他就会说几句中国话，然后图纸的测绘，那需要大量的时间。这里告诉大家什么？小鬼子侵华不是一时兴起，而是蓄谋已久。所以说，3个装备精良、弹药充足、手里握着图纸，还会几句中国话、杀人不眨眼的日本兵，对老百姓的威慑力有多大呢？相当大。都说善遇到恶，首先受伤的是善，但善恶说的是人，如果不是人呢？所以肖战那就莫德贤，他们亲眼见过这些不是人的玩意干了什么事儿，所以他虽然过着日子，但是也整个带弹，菜刀磨得锋利无比。他媳妇还不能理解，这是正常的，因为这里知道小鬼子多残暴就2个人，一个还不太清醒。这个不太清醒也有好处啊，就可以光明正大骂他们畜生啊，不用担心过审不过审的问题。那些没见过小鬼子的村民呢，压根就不知道什么是恶。其中一个拿着长矛的，那日本兵一进门，啪叽，自己枪下的掉了。这个善良的村民呢，觉得你放下枪了，我也放下枪，大家就相安无事了。结果呢，小鬼子的禽兽之处，是我们大地上这些普通老百姓想象不到的，其中就包括很多被抗日神剧洗脑的人。那真实的情况是，工农被迫奋起反抗，手里的武器呢是什么？厨具、农具啊。大家可以看看抗日历史博物馆里面的东西啊。当年我们的老红军都拿的是什么样的装备？那日本鬼子又拿的什么样的装备？小鬼子当年的轻机枪射速每分钟500发，当年我们的老红军甚至用的是火铳，1分钟1发。为什么都是热兵器时代了，我们还在用大刀、菜刀、红缨枪、火铳、土制手雷、石头雷？所以我为什么那么讨厌抗日神剧？大半个中国被日本鬼子占领了，这就是发生过的事情。多少个3人小队的日本兵干下了多少禽兽不如的事情。所以说电影里面这3个日本兵没什么可争议的。所以说不要无脑给这部电影上价值，因为它就是在陈述事实，告诉你小日本鬼子是多么的残暴可恶。某些博主解析这部电影的时候，使劲给这部电影上价值，你上那么多的价值，谁敢否定啊？如果这部电影需要上价值，为什么用的是国军的逃兵啊？说远了啊。然后呢，有些剧情就不多赘述了。还有一个有争议的点是，就是用苏罗通打坦克这部分，这个我觉得也没什么可争议的。第一，这是机炮，可对空可对地。第二，这个机炮后坐力非常强，别看才20毫米的口径，它最大射程5000多米，对空的情况下，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不用多说吧，能把人震个半死、震死、震断肋骨，难吗？但这不是这部电影要告诉我们的东西。首先，信息差，他们连飞机都没打着，别说是打坦克了。2战时期，最脆皮的坦克就是小鬼子的，这帮国军有机炮他们都不会打。电影里面有一段，坦克把引擎盖那一部分都露出来了，他们没开火，因为他们不知道啊，他们以为坦克全身上下都是铜墙铁壁啊。所以讽刺国军逃兵的这部分呢，就是人家坦克把菊花给你了，你都不会打。因为后世的我们知道，日本的坦克是2战时期皮最薄的，但是所有的坦克都有个特点，它的前面正前面是最厚的。所以说电影里面第一次打穿坦克的时候是打穿的侧面。然后电影里面这一老一小啊，小的就很有意思啊，没有明确的交代他是否是聋了，但是他母亲却告诉我们，这个小朋友只愿意听自己想听的。按我的理解，这就是在讽刺很多的后辈只相信自己所相信的，不愿意正视历史。当然老爷子这个角色只有尊重，老爷子的祭拜只能感慨，上面是正在破碎的山河，多少白发人送黑发人，小日本鬼子犯下的累累罪行。然后就是廖凡那个角色，我以为有很重要的戏份，
结果不经意就嘎了。也是在抗战过程中，有很多很重要的人突然就牺牲了，突然就没了。最后再来说说肖战饰演的这个角色莫德贤，农业社会的工业人才啊，在当时那就是啥都能造，就这个意思。电影里面也交代了，是从精灵制造局里出来的，是平民中的一员，属于工人阶级，他不是军人。记住，他只是一个平头老百姓。小鬼子的大部队他拦不住，南京他更保不住，他能做到的只是保护好身边的人。但是他又经历了老家南京变成人间炼狱，他记得鬼子是有多么的残忍。所以呢，为了保护家人，保护身边的人，他有一种备战的状态。这是为什么那帮逃难的国军喜欢叫他死老百姓，因为他比那些国军有担当。这是为什么有没有那个欠条都会无偿的帮助那帮国军的原因。当然，那个欠条也是那帮国军仅有的尊严，在他们心里，在那个老肖心里，比不上这个死老百姓，是个心里的刺。当然，肖战的演技在这部电影里面不用多说了吧，完全融入这个角色。时隔多年，突然发现鬼子来了，而且鬼子就在你身后的那种恐惧，那种本能的恐惧演得非常到位。然后肾上腺素飙升，大脑飞速运转，如何反击，演技炸裂，看得非常过瘾。然后面对妻子和家里一个老小孩一个真小孩的温柔和担当，在不同情景面对不同的人，转化的非常完美。所以我一直在说肖战是实力派，虽然他不是科班出身，但是他比很多科班出身的人强太多太多了。现在网上动不动就有人吹什么一镜到底牛逼，真正牛逼的人其实就有两类，一类是演过话剧的，另外一类是小品相声的，他们那个也是一镜到底，中间没有 NG， 这才是真演技，真实力派。你看演小品演相声的哪个演技不好？那演话剧的哪个演技不好？都是那种有现场一镜到底表演能力的人。那这部电影就是纯享受，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就是享受一部电影，演得非常好，而且没有外在因素影响，纯看肖战和其他演员表演，纯享受。而且剧本和故事节奏也非常的好。现在最大的问题是，在市场上遇到最大的问题是，很多人接受了长期的类似抗日神剧、超级英雄主义那样的作品看多了，他接受不了这种真实抗战的事情。但是这部电影能过审能上映，说明了什么？时势造英雄。看看当下的国际局势，看看各种国防信息，你要问抗日战争的转折点是什么？武汉会战。但是我个人认为，抗日战争的转折点是日本投降。我们和小鬼子的账还没算完呢。这部电影叙述的如此真实，是要警醒我们这些后人日本当年犯下的罪行。最后再说句玩笑话，虽然这个电影的评分我还没看，但是从评分结果来看，看过这些电影的人里面有多少清醒的莫德贤，有多少抗日神剧看多了只愿意相信自己所相信的莫德贤。